从5年前刚开始，学生很反弹中共，但是他们又很爱用抖音。然后这5年的变化是从嘴巴上反，慢慢变成开玩笑，到后面还有人说，其实两岸统一他也可以支持。新时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抖音、小红书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当对岸越来越强大，我们这边的年轻人，他们选择自然会越来越依附在对岸那边。这些学生可能连选举都不选了，他们的双脚会直接自动跑到对岸。可是比较悲哀的事情是，他们把老共当作是另外一个国家。实际上，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分支啊。未来台湾越来越衰弱，你想想看，那些新一代的台湾人看到中国释放出来的红利，而且重点是人家又比我们先进的时候，还有多少的人会支持台湾现有的这种制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未来20年可能会怎么变化？我当老师是5年前，5年前我开始当老师，一直当到现在。那每一届的学生，我这样子观察，我这样看，你知道，从5年前刚开始，学生对于中共也是对岸，是一种算是还蛮有趣的概念，就是说他们会很反弹中共，但是他们又很爱用什么抖音啊，什么就是那时候是抖音嘛，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抖音相关的东西，然后看中国的那个我们说歌唱比赛呀，然后看剧啊。5年前的学生是这样，嘴巴上反，但是身体很诚实。然后这5年的变化是从嘴巴上反，慢慢变成嘴巴上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面顶多就是开玩笑，比较没有说真正意义上在反的。到后面还有人说，其实两岸统一他也可以支持，这种声音逐渐在出现，虽然不是多数，但是它逐渐变成一个有出现的苗头。不然以前是完全，那个要支持统一的人是完全不敢讲话的。但是这种环境已经开始出现了，环境出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在年轻的学生的眼里面，老共已经没有像过去一代台湾人有这么强烈的负感。可是比较悲哀的事情是，他们把老共当作是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他们把老共当作跟自己不一样文化的一群人，有点像是以前的台湾人在看美国人的那种心态。你懂我意思吧？那实际上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是中华文化的分支啊，对吧？那我自己教书，我跟学生强调完没有，他们才发现啊，其实有那是题外话。这代表什么意思？随着中国不断的强大，随着老共他的那个自体实力的不断的强大，越来越多以华人为主的文化群会越来越想要依附在以中国为主的这种社会状态，因为他们的文化开始在输出了。那文化开始输出，首先输出去外的一定是华语圈嘛。当华语圈的人越来越能接受中国的文化，也就是现在中国主流文化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反感会变高还是变低？自然下降，对不对？自然下降嘛，甚至还会有一些学生说未来要去对岸发展嘛。未来要到对岸发展这种说法，在5年前可能还会被很多人虚，可是5年以后已经不是一个会被人家虚的事情，甚至于很多家长在准备考高中，他们还会有一个选项是去考对岸的高中，因为对岸的高中给台湾的学生是有加分的，甚至还有一些家长在考大学的时候就更不用说嘛，一定是考对岸的大学了。所以对岸的大学那个什么985还有那个211，有一些还是国际排名的。我说没错吧？你看看嘛，人往高处流，这是必然的结果。当对岸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的年轻人，我们这边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选择自然会越来越依附在对岸那边，除非这些我们说的新一代的年轻人，除非他们家是什么绿营的那种后亚郎家，可以到国外读书的，否则绝大多数如果只能在台湾，他们很多人会往大陆那边。而且未来就算我们说选举，这些学生可能连选举都不选了，他们的双脚会直接自动跑到对岸。那我目前观察到的，因为很多学生开始会私下问对岸的考试怎么样的，就是有些人会问这些东西。当我们知道这种趋势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这种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这种不可逆是无法避免，因为你只要台湾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经济不断下滑，然后中国不断随着时间的变化，经济不断上行。然后中国的文化不断向外输出，像学生现在会玩的游戏，很多手游都是对岸的不用讲什么原神啊，还有星穹轨道啊，还有什么什么的一大堆的，就连动画现在有很多中国做的动画也很好看。当学生他们的新一代，他们在接触到的流行文化都是以中国作为流行文化的主轴时，他们自然而然对于中国的反感就会降低。
这种对中国的反感降低时，柯文哲这一类型的人就会拿不到选票。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轴的话，他们只是去打蓝绿两党啊都很烂，那新一代的选民不会吃这一套，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新一代的选民对于柯文哲不会有认同感，也不会有归属感。那新一代的选民他对民进党会有那种100%的喜爱吗？也不至于。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有些人讲说啊，天然不天然如，所以你知道以前那个课纲在改的时候，虽然我们打过几次108课纲的事情，但是我对于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其实不担心。很多人说啊，怕未来的小朋友被洗脑，我以后都只投民进党。我跟你讲，只投民进党的前提是对岸要很弱到民进党的宣传是100%符合他们接触到的现实。所以你知道民进党那些人要怎么样？关键啊，这个叫参考标的就是日本啊，就是说没有一个显著的外在压迫的时候，你国家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日本就是这样嘛。可日本再怎么硬关，你看日本的那个本土手机品牌崩得一塌糊涂，完全被 iPhone 吃定，关也关不住啊。国际在变，你一样被进去啊。是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在我眼里两大党这种选举方式蛮可笑的，就连白这样的选举也很可笑。因为说实在话，你今天不做改变，未来就是被人家改。对，那未来还有没有选举，我都会画上个问号。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形势比人强。当我们内部在讨论的是，台湾未来要怎么办的时候，人家外面早就已经，举例来讲，台湾这边还在讲说，你拿那个钻木取火不好啦，人家怎么样？人家已经拿那个喷火枪了。我们大概是这种概念就台湾内部还在争这种很奇怪的东西，然后人家已经超越我们了，对，所以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是最后就回到来讲的嘛，就是台湾的那种我们说相对剥夺感太强烈了。那相对剥夺感太强烈，而台湾内部又无法改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是想着如何自身改变，而是想着有没有一个外部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当绝望成这样的时候，他会变成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不常见而是在很多的历史时刻都曾经发生过。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台湾在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些在做我们说的在反对日本的那些我们说的就是像是蒋渭水啊，还有林献堂啊，还有那些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抗日志士吧。其实他们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台湾独立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回归祖国就连台湾后来戒严时期的时候好了，那些所谓的民进党先烈，他们的最高目标是怎样？他们的目标也不是台独他们是希望美国军管台湾你懂我意思吧？就台湾的所有的那种政治的符号，只要哪边强，他就会认同哪边。这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的环境特有的现象。那未来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台湾越来越衰弱，而中国的目标是要统一台湾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些新一代的台湾人看到中国释放出来的红利，提出来那么好的要求，而且重点是人家又比我们先进的时候，我问一下，还有多少的台湾新一代的人会支持台湾现有的这种制度？再过20年新世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整个世界的改变在什么？中国的基建的大幅的增长，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在快速的变化，这种东西你随便上网找，你不要说我讲的，你不要说中国人自己小粉红自己广告，那些都没有意义。你就去看外国人愿意到中国去旅游、去自驾、去旅行，他们去拍出来的视频，讲视频又有人要出这种治愈警察，拍出来的影片 vlog 这些东西，他们的分享，你透过外国人视角，不管是俄国人、美国人、哪一国人去，那你去看他们去怎么介绍，他们调出他们以前跟他们现在的感受，那个是很实质。而这个物理的变化，一开始人家说，就你看有老一辈的比较深绿的，他就说，老厝起水水啊，无水准呐。人都无水准啊，讲话介大声啦，黑白配谈啊，在路边在放尿啦，有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完全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了。但他们内心的害怕就是，当你去到对岸的时候，它就无限出现。像我上次去厦门去洽公有2天2夜而已，哇，被侧翼打到什么个样子，笑死人了！你自己去看吧，人快速在变，为什么？因为硬体、经济。内核这些改变，它会很快速的推动文化的变化嘛，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状况，而且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行动装置，再加上现在资讯的流动更快速，所以人的这个整个质化的转变，它的速度会随着资讯传播速度的提速嘛。
以前多慢，以前要飞鸽传书，对吧？对不对？800里加急要骑着马用驿站一票那个元朝的时候盖那个驿站嘛，现在不用了，那电报也不用了，广播也不用，电视也不用，现在是手机啪赖就出去了，微信就出去了，差异很大，对吧？所以差异太大。对，那像那个银说的那个什么弗拉夫哦，那种人在中国现在已经被唾弃了，中国好棒啊，那种人现在都没市场，流量都很差啊，也还是有一点点啊，但是过他生活，当然已经没有实质影响力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慢慢过了那一段，但前2年确实很明显，尤其在疫情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急剧膨胀的爱国心、自信心跟反向的自卑心正在不断的交错跟拉扯。但是到了今年啊，各位影响极其之大。为什么？从去年习近平跟拜登见面，到今年跟习近平、拜登见面，从阿拉斯加的会谈到现在，整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耶。中欧最近准备要会谈啊，搞不好中欧投资协定就搞定了，很有可能哦。那你有去关注这个东西吗？那它那个慢慢的转变，它那个慢是相较于每一天，但是现在是很快，它是半个月、1个月、1年、2年，很快速就变过去了，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变化是这个样子。当然，中国人民极其的痛苦也有，为什么痛苦值很高？因为这个变化太剧烈。对于很多人掉队跟不上，他就只有下岗变失业，他必须重新再训练，就是他必须 retraining， 然后重新再训练再就业，这是一个很痛苦跟震动的过程，这必然的，所以它会呈现在一些数据上面，它会呈现在一些这个对舆情方面的部分，但是我们只看这一点，却没有看到因小而失大。犹如瞎子在摸象，你只看摸象腿，你看不到大象。而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变化，它其实实实在在通过抖音、小红书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了我们20岁以下这个所谓的抖音、小红书。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交流里面，它有太多内容，几乎是全华文的一个内容的提供。我跟大家讲哦，英文最好的可能是七年级到8年级这一段的，进入到9年级以后，英文又渐渐没那么溜。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因为中文能提供的东西太完整了 ，AI 的翻译一键到位，而且翻得非常好，甚至比我自己翻的都还好。我都觉得我以前他妈的这么认真学英文，当然还是有收获，但是觉得说哇，时代真的不一样。对，所以回到刚刚历史哥讲到的这些变化哦，其实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但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台湾封闭资讯太多年了，就我们这些资讯全部都是建立在那些所谓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散播给人民看到的，然后再加上台湾过去的多数一群人的成长经历，会对对岸有一种明显的那种有色眼光，所以在导致看待对岸的所有事情的时候，都会放上有色的态度。结果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有不切实际的判断，这种不切实际的判断。我只能这样讲啦，就为什么人家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年轻的人他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会比年长的人更清楚，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包袱，而这些没有太多包袱的人，在重新评价对岸的时候，就会得出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一样的答案，所以才会有世代之差。到我一开始讲到了，就未来再过20年内，这些我们说的台湾的新世代的台湾年轻人，他们还会继续认同台湾现有的这些价值观吗？还是说他们干脆用双脚直接离开台湾？